欢迎回到摸石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上半段节目里呢，我们看到了基因排斥下北京和香港的各自表述，我们也看到了2026年的香港，一个孩子普通的一天。今天呢，就到了真正的大结局的篇章了，也就是场景预测。来，让我们直接进内容。好，正如我们所说啊，现在呢，我们已经看清楚了两件事：基因是怎么不兼容的，排异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接下来我们要做最后一件事，预判这座城市的下一层。老查在这里啊，先把原则再说一遍。我们啊不是算命的，我们做的呢是基于已知的动机、已知的结构、已知的演化方向，推演出几种最可能的场景，然后看一看哪一种发生的概率最高，哪一种发生的成本最低，哪一种最符合基因系统的内在驱动。预判的第一步呢是盘一盘香港的工具价值。香港对中国大陆本质上呢一直是一个工具，这不是贬义啊，任何特区呢在系统中的角色都是工具。工具的价值会随时间而变化。我们来看看这条曲线啊。1997年，香港的 GDP 呢，在大陆 GDP 的 18.45%， 2003年是大约 12% 左右， 2010年是 3.97%， 2020年是 2.78%， 2024年估计在 2% 至 2.5% 之间。这条曲线告诉我们什么啊？它告诉我们啊，从对大陆经济的相对体量上来看，香港已经不是1997年那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了。26年里，从近1/5降到了1/20。那香港对大陆还有什么呢？它不是相对的体量，是某些特殊的功能。第一个特殊功能就是金融的端口啊。香港是大陆企业 IPO 的最重要的海外渠道之一。2024年，香港交易所的市值超过30万亿港币，里面绝大部分是中资股或受中资影响的股票。人民币的离岸结算 70% 以上呢是经过香港的。内地国企的海外发债主要场所呢也是香港。这条功能啊，目前还没有完全替代品。上海呢有一定能力，深圳也有一定能力，甚至我们新加坡啊也在抢。但是在综合性、深度以及和大陆的制度衔接上，香港仍然是首选。第二个特殊功能呢是国际信息的端口。香港呢曾经是大陆和外部世界之间一个不被防火长城阻挡的端口，但这个功能呢从2020年国安法之后呢已经大幅萎缩了。苹果日报的关闭，外籍记者的外迁，独立媒体的撤出，香港啊作为亚洲新闻中心的角色呢正在快速消退。第三个特殊功能呢是对台的示范。一国两制原本最重要的政治功能啊是给台湾看的。你看，香港和北京可以共存，那台湾也可以啊。但这套示范呢基本上是失败了。台湾的民意从1997年的暧昧观望演化到今天的明确拒绝，香港这一段失败的时间啊是一个关键推手。所以三个工具的功能，金融端口还在，但被分摊了；信息端口基本失效，对台的示范完全失败。把这三条加在一起啊，香港的工具属性已经从1997年的多功能的枢纽，变成了如今单功能的金融端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预判的第二步啊，我们要根据工具的属性的变化，推演出3种可能的未来场景。场景一啊，是保留壳，金融功能的深化，这是目前北京最希望走的路。保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名号，保留它的金融制度，保留它的普通法的体系，保留独立货币，保留低税制，但是意识形态、媒体、教育、立法、司法逐步与大陆骤同。表面上呢还是一国两制，但内核啊已经是一国一制加一个金融特区。这条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上海化，就是啊香港变成一个比上海更大、更国际化的上海。为什么这条路呢？因为啊它对北京来说啊成本最低嘛。香港的金融功能仍然有用，保留它；香港的政治意志性是威胁，消除它。保留外壳，更换内核，你不需要付出完全去港的代价。场景一发生的概率啊，老查的判断呢是非常高啊。事实上呢，这条路从2020年开始啊已经开始走了。2020年至2024年的所有动作都在加固这条路。我们刚才所说的阿明的一天，就是这条路在生活层的表现。场景二是大湾区的融合，香港啊区域化。这是另一条平行的路啊，通过大湾区的物理整合，比如说高铁、跨海大桥、口岸通关便利化，把香港呢逐渐变成一个大湾区的一个城市。经济上和深圳、广州、东莞融为一体，社会上人才、资本、产业链跨境流动加快，心理上年轻一代的香港人啊，通过升学、就业、置业，逐渐把自己生活的半径啊延伸到大湾区。最终呢，香港的独立性不是被消除，而是被稀释掉了。这条路啊和场景一并不冲突。事实上呢，它们正在同时发生。
场景2发生的概率也非常高，但是它的完成可能需要些时间。老查的估计呢是15到25年吧。而场景3是金融功能的转移，香港逐渐去工具化，这是一个不太被讨论，但是呢不应该被忽略的可能。随着上海、海南、深圳的金融能力的上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随着外资从中国大陆的逐步撤离，香港的金融端口的功能可能会逐渐的被分摊，甚至被取代。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香港的工具价值会进一步下降。那个时候，北京对香港的处理方式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叫做完全融合。它连一个特区的名义甚至都不会再保留了。场景3发生的概率呢目前不高，但是从结构上来看，这是一个远期不可排除的可能性，时间可能是30年到50年。然后我们来到预判的第3步把3个场景叠在一起，大家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香港它不会突然消失，香港呢会逐渐变薄，就像一张被反复使用的纸，每一次摩擦掉一点，每一次重写淡一点，最后它还在那里，但它呢已经不是原来那张纸了。这就是基因排异的长期演化形态，它不是猛烈的戏剧化的政变，是缓慢的持续的几乎察觉不到的置换。老查在这里呢要补一个非常重要的反例预案如果有人问你的预判会不会错，什么情况下你的预判会被推翻，老查的回答是有3种情况会让以上的预判完全失效。第一种是大陆系统本身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出现像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领导人，比如呢一场结构性的政治改革，比如意识形态组成序的重大改写。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香港的基因排异的压力会被极大的缓解，甚至消失掉。但是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基于目前的观察来看呢非常低。第二种呢是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比如说中美关系的彻底脱钩，比如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或者地缘的冲突，比如台湾局势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呢也可能会改变北京对香港的工具评估，要么呢把香港变得更重要，延缓融合的进程，要么呢把香港变得彻底无足轻重，加速融合的进程。两个方向都有可能，但是可能性呢却不是很高。第3种呢是香港本地出现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新政治力量，它不是泛民，不是建制，不是港独，不是勇武，是一种现在还没有名字年轻的一代新的香港的存在方式。这种力量如果出现可能会改变基因排异的演化路径，但是它会出现成什么样子老谭呢也不知道，也可能它根本就不会出现。因为现在北京对香港的被同化的过程，它本身呢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力量长出来的。我们把它列出来呢是为了分析的完整性但是其可能性呢目前看起来呢是最低的。我们在这里讲了3个反例不是为了让自己判断显得稳健，而是因为任何一个系统性的预判都必须留出被推翻的空间，否则它就不是分析拆解，它就变成一个宣传了嘛。香港的下一层它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它是逐渐变薄，变成一张还有用但已经被反复重写，纸纤维已经磨损的更薄的纸了。那这张纸最终会被丢掉吗？不会，因为它还有最后一项功能，金融端口。但是有一天这项功能也会被分摊吗？有可能。那时候会发生什么呢？那时候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名号，可能会被自然消解，不是被废除，是它已经无意义到不需要特别的对待了。这是一个大约要走30到50年的过程，是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的完整结局了。但是它从1984年签字开始，这条路的方向却已经定了。最后老查呢想留几句话给走完这3集的朋友们中港关系呢3集4个多小时讲完，我们做了什么呢？第1集蓝药丸红药丸的故事呢拆掉了英国留下民主这个神话，告诉大家156年里香港没有民主，除了最后那12年。英国人呢不是不给，是设计，它不是疏忽。彭定康那12年是一段被特定历史窗口、特定政治算计、特定个人意志临时塞进来的间奏。第2集呢我们有个提问，是说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拆掉了香港人天然是中国人的这个简单理解，告诉大家156年里的塑造它是真实的，有结构的，有具体内容的，不是凭空想象。法治、廉洁、公屋、教育、对照效应、本土文化一层一层叠起来，塑造出了一个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的群体。这个群体在1979年开始被2个外部权力放在了谈判桌上，他们的命运从那一刻开始就不再属于他们自己。1997年的7月1日凌晨，他们被2个外部权力交换的命运呢正式落地了。而这个第3集呢上半段和下半段上半段里呢我们拆了过渡期的治安神话，并把27年里的6·4系统报警按时间轴画成了一条红线推进了土里。下半段打开了北京统治系统的核心代码，
把基因排异这个比喻啊，从一个比喻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诊断。然后呢，我们走进了2026年的香港，看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普通孩子的一天，看这场基因交换是怎么在生活层一点一点完成的。最后，我们做了一次预判，香港的下一层就是逐渐变薄。好的，朋友们，这就是中港关系系列的全部内容了。老查写这3集啊，其实是想做的一件事啊，我想让一个不熟悉香港的观众呢，看完这3集之后啊，明白香港人并不是被外国势力煽动才会上街的，也不是忘恩负义才会反对北京，他们的所有反应都是一个被精确塑造了156年的群体，遇到一套和他们塑造方式根本不见人的系统之后呢，必然产生了结构性的反应。同时啊，我也想让一个不熟悉北京的观众啊，看完这3集之后明白，系统分析里的北京并不是邪恶，也并不是出尔反尔，他的所有动作都是一个有清晰内核、有明确主程序、有结构性约束的系统，在面对一块基因不一致的器官时必然启动的免疫反应。这两边啊都不是坏人，这两边呢都被自己的结构呢锁住了。如果最终产生了悲剧，那么最终的悲剧也不是因为有人作恶，而是因为啊结构本身呢它就是悲剧的。所以如果这3集啊能让两边的观众任何一边有一个人突然意识到原来对面那一边啊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那这3集啊就值得了。至于香港的未来呢，老查呢也不会装作我自己有水晶球啊，但是老查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不管未来怎么演变，在156年里被塑造出来的那种秩序、那种法治、那种尊严感、那种排队文化、那种夜里12点一个人走在中环也不会害怕的安全感呢，那些东西啊已经存在过。存在过的东西呢，它不会因为后来的变化而变成没存在过，他们会留在那一代人的记忆里，会通过教科书、电影、歌曲呢传给下一代。他们不会消失，他们只是不再是这块土地的主流了。最后呢，老查呢想说一句啊，我做这个频道、做这个系列，不是为了让大家同意或者认同我个人，我是希望呢通过这些拆解，让大家了解到一种看世界的方式，那就是不管你来自大陆、香港、台湾、海外，不管你是建制派、泛民派、温和派、激进派，你都可以试着把你看到的现实呢当成一个系统来看，看它的动机，看它的结构，看它的演化，看它的约束，然后形成我们自己的判断。这个判断可以和老查的不一样。其实呢，老查的频道这里是非常欢迎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判断是要基于我看清的系统，而不是基于我想骂谁这也是这个频道呢想留给观众的东西中港关系系列到这里全部就完全撒花了。感谢每一位走完3集的朋友们。老说法就是你们是老查最想对话的那些观众，愿意花时间看一件复杂的事呢被认真的猜清楚。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让我们下个系列再见。